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这6个字近几年已经成为未来社会的热门假设。我们在第1集里讲过，技术上 UBI 的确可能成为现实， AI 正在取代大量劳动岗位，政府和平民可以透过货币发放机制来确保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存不被遗弃。但是今天我们不讲技术，也不讲福利，我将会从个体动机、精神分层、社会控制、技术基础、文明未来依次展开。我想来试着假设一下，如果现在真的实行了 UBI， 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世界正在重写，算法从不中立。Hello， 大家好，我是齐山。纠结了一下，还是决定把这些内容完整做出来。可能不讨喜，也可能会被限流，但是我还是想把想说的话说完。可能有点长，不过如果你能稍微忍耐一下看完，我相信你也会对未来社会有更多的启发和想象。很多人呢谈起 UBI 第一反应是，如果免费发钱，人会不会变得很懒？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道德评判，但往深处想，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机模型的设计问题。因为 UBI 这种制度很可能导致旧有的动机结构失效。什么意思呢？动机结构顾名思义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动机。没错，我们吃饭是因为饿，喝水是因为渴，结婚生子呢是因为要繁衍后代。那么活着呢，是不是也应该有动机结构？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动机结构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外部压力，比如说要交房租，供孩子读书，要争一个好的位置，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人性中的攀比和优越感需求驱使着我们去努力和奋斗。而当这一切崩解，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想有一部分人也许会开始追求内在目标，去创作、学习、自我精进。但可能也有大量人会陷入虚无的状态，变成行尸走肉，或者一头扎进社交媒体沉浸式游戏，待在一个快乐集中营里，像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按住及时获取多巴胺的按键，直到死去。与其说人变懒了，不如说会进入一种动机重构的社会，这是全人类的一场巨大的心理工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大家一起受某种集体教育长成的，也就是说，人和人虽然千差万别，但底层的行为模型、价值观、语言系统是相对一致的。可是如果 UBI 实施了呢？很多人再也不用为了工作而生活，自然也就不再需要为了就业而学习。教育的功能会发生转变，不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个体的兴趣、感受、修行与陪伴。社会会不会逐渐出现另一种分裂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们常说贫富差距，可是如果人人有钱，那么差距可能就未必是钱，而是内在的动因。可能有些人想要沉浸在游戏啊、元宇宙啊、情绪陪伴中，构成一种超娱乐共同体。也可能有些人选择持续创造、反思、探索，甚至组建自己的叙事部落。但不止如此，这种分层可能会变成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团体。有的团体喜欢哲学和思辨，有的团体组织修行和感知，有的呢可能会围绕某一种虚拟角色构建信仰社群。这些团体会组成一个个很小单位的微型文明。人类不再共享单一社会系统，而是分裂成无数彼此难以理解的精神岛链。因为演算法会让每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久而久之，不同群体会产生语言断裂、认知误解跟情感隔离。我在想，这会是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吗？还是一个更分裂、更封闭的岛屿世界？回到 UBI， 假如现在平台每个月都定时发钱给你，提醒你这笔钱可以用来支付房租、水电、外送订阅、元宇宙通行证，还有你最喜欢的情绪陪聊 AI 会员，听起来很完美。
可是我突然在想，所谓的全民基本保障，全民很好理解，但是基本保障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基本生存？谁来定义什么叫基本呢？是平台说你这样就够了，还是政府制定了最低的愉悦配方？好比说你想买点别的东西，却被提示不符合基本需求补助使用条件，那么那个时候的 UBI 就不只是发钱工具，而是一种标准制定制度。人类会不会变成宠物呢？好比说每个月基础吃几根猫条和罐罐，主人说了算，搞不好只能吃基础猫粮，零食嘛，得看额外表现。所以未来的社会契约也许不是你交税我保护你，而是你听我的，接受我的定义，那么我养你。如果未来的 UBI 标准像黑箱那集讨论的那样是不可置询的，由平台和国家联合决定的，那我们可能正在走向一种数位福柯式社会。你不用被关起来，只需要被持续的规范和评分。这样的社会呢，不再依靠恐惧维稳，而是靠方便与舒适来驯化。相信很多人听过社会学家 Shoshana Zuboff 所提出的监控资本主义概念，相关论文我也会贴在影片介绍里。简单说就是用户不是消费者，而是被收集、被预测、被操作的行为原料。算法不仅反映偏好，而是塑造偏好，甚至改写个体的决策方式，这是一种愉悦化的驯化机制。当 UBI 的发放机制和这种监控逻辑结合时，就会形成一种行为诱导型的数位主权控制。简单说就是像给小猫小狗划定一个圈圈，它们只能在这个圈圈里面活动，并且不会觉得有问题。UBI 将不再是制度设计，而是文明叙事与行为规范的合体。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 UBI 的资金来源于 AI 税、平台利润税，甚至演算法使用税，那谁来设定这一切的税制与分配机制呢？是政府吗？是哪一国政府呢？还是几大平台企业合力制定一套新的超国家制度？当制度设计者与补助发放者合而为一时，我们该怎么确保这个世界不是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羽翼集权的治理未来？也有很多人容易混淆 UBI 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大家都发钱全民变富？其实未必。传统社会主义呢，讲的是生产资料公有，按需分配，政府来决定所有资源的走向。但 UBI 呢，它的背后仍然是平台经济与数位货币机制，甚至资金来源也大多来自 AI 税、平台利润税这类科技资本延伸出来的制度工具。说穿了，它不是让国家变成老板，而是让平台和演算法成为新的分配者。所以与其说它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演算法治理式的福利资本主义。你能活得下去，但活得怎样，谁说了算？这才是 UBI 真正要问的问题。你还记得《黑镜》第一季第2集 50 Million Marys 吗？每个人都活在统一的方格空间里，墙面是荧幕，生活是游戏，积分是货币。醒来就踩脚踏车赚分，看广告，玩互动，刷节目，连去厕所都不能跳过推荐内容。很多年前我看这一集非常震撼，觉得这是黑暗未来的幻想。但现在回头看，这是不是也像一种美化过的 UBI 世界？想象一下，你每天醒来，所有的需求都已经被安排好，甚至连你要看什么、感觉什么，都由演算法来准备妥当。似乎挺美好的是吧？可是往深处想啊，这样算是主动活着呢，还是被系统触发着去活着呢？如果我们不再需要做选择，而是等待刺激，被推荐、被激活、被评分、被情绪引导，久而久之，人会变成一种被编排的存在模式，不是自己想，而是等着被决定该想什么。很多研究已经提到这种现象，
美国神经学家 Adam Gazzaley 在 The Distracted Mind 里面提出，人类大脑在高频干扰下会逐渐丧失主动计划与深度决策的能力，而当平台提供的是无限滑动、情绪回路和及时反馈，我们其实正在被重新塑造成反应性物种。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有自主性，而是像小时候老师说我们的那种，你怎么像个皮球一样踢一踢才动一下。我并不是要唱衰 UBI 本身，恰恰相反，我想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失去定义自己是谁的能力， UBI 最终可能变成一个温柔的系统性废墟，因为我们的感官是最后能确认我是我的依据，但这种感官回路也是最容易被模拟的资料入口。这就是感官驯化的终点，不是控制你，而是让你不需要再思考，变成一个被动工具。说的再直白一点未来文明可能正朝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靠产出换取存在，转变为因为注意力而被给予。但话说回来人类自有文明以来，谁又不是活在被社会规训的剧场里？ UBI 或许只是把这个剧本变得更单一、更隐秘，极少数人愿意思考生命的本质，而大多数人只是照着别人给的脚本，努力演绎出名叫存在的戏。与其设想 UBI 会让人失去能动性，倒不如说，人类真的需要能动性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点现实的技术问题。AI 是否足以支撑 UBI 呢？很多人认为 AI 既然能取代劳动，那就能创造财富， UBI 根本是水到渠成的未来嘛。但我想说，我们可能讲的还是太快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模型的进展确实惊人，但问题是，涌现不等于通用智慧，拟人不等于可控稳定。我们现在的 AI 虽然可以写作、画画、模拟对话、产生创意，但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理解社会运行结构、财政动态、人类行为变数的能力。更何况，目前这些模型运行的能源成本极高，比如每次对话背后都可能耗费数十甚至上百瓦的能源。全球 AI 模型的推理和训练背后是庞大的电力消耗、晶片供应链、散热以及维稳系统。如果未来真的要靠 AI 来支撑整个 UBI 制度，这些问题都不能不解决。我们来听听技术层对立的声音。研究人员早在2022年就提出警告，现有的大语言模型虽然展现出意外的能力，但能力涌现不代表真正理解。OpenAI 首席科学家 Ilya Sutskever 也曾在 ICLR 论坛指出，当前模型具备部分涌现现象，但距离稳定通用智能仍有结构性缺陷。首先，涌现不是通用智能 AGI， 现在的 AI 更像是超强工具，而不是能全面理解世界的心智体。其次 ，AI 本身也会出错，就像语言模型会产生幻觉、会臆造、会给出表面逻辑但本质空洞的推理。第三 ，AI 所依赖的资料库本身也来自过去的人类经济活动和语言输出，它还无法稳定的处理未来世界的新经济模型。最后，谁来运营这些 AI 呢？是国家、是企业，还是开源社群？这牵涉到治理与信任问题。所以现在说 AI 能稳稳支撑起 UBI 还是为时过早。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 AI 能不能做到，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整个社会交给一个成本极高、可控性不明、意图不透明的系统。还有一种更冷静的观点，认为 UBI 不是技术先决，而是政治选择。也就是说，即便 AI 没有完全成熟，只要统治者想要稳定社会、维护秩序，他们就会选择发钱。所以与其问 AI 做不做得到，不如问谁希望你安静、规矩，不要惹事儿。因为最终那笔 UBI 的钱发下来，不是因为你值得，也不是因为 AI 高效，而是因为比起你吵闹，让你舒服一点，更便宜。有观众留言说，可以聊聊 David Shapiro 的后劳动经济学吗？我一开始想着，这不是我们上集跟这集已经在聊的吗？只是我没挂上名字而已。
Shapiro 提出的 Post-Labor Economics 其实就是一种 AI 世界下的 UBI 模型重构，让 AI 取代劳动，由政府或平台负责分配财富，创造一个人类不需要工作也能活下去的经济新秩序。它讲得很细致，甚至包含了教育重构、产能释放、AI 税制与心理重塑，几乎每一个我们讨论过的点，它都列入了愿景里。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他谈的是结构，我们谈的是文明。他讲的是制度如何设计，我们问的是人类真的愿意这样活吗？所以你可以把这集影片当作是对 Shapiro 愿景的一场深度回应，不是批评，而是一种更贴近人心的版本。因为我们知道，再完美的制度，如果没有主体意志的参与，最后也只会成为一套自动运行的模拟器。我们常常把 UBI 想象成一个全球皆可实现的理想制度，但事实上，能真正启动 UBI 的只有那些拥有高端技术资本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支撑 UBI 的关键不只是钱，而是数据基础建设、算力资源和平台主权这些。而对于其他技术依赖型的国家来说呢，所谓的 UBI 可能只是一种 API 版的殖民。举个现实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与 Quest 的报道，肯亚政府曾在推行数位身份与福利系统时，严重依赖外部技术供应商，造成资料主权与治理透明度的争议。来想象这样一个情境，一个非洲小国能有能力自行建立演算法系统、资料中心或 AI 模型，但为了分配社会资源，它必须使用某家跨国平台的 API。这些 API 很聪明，他们会帮你判断谁够格拿补助，谁是有效劳动，但这些判断标准都是由平台写好的。而这些国家呢，只是用了这套模板，连带也放弃了语言分类法、资料格式、审查逻辑、价值定义。国家不再透过宪法或社会契约来治理公民，而是透过外包的技术模板治理一切。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发展自己的制度，而是在代用别人的语言系统来治理自己。UBI 在技术强国里也许是进步象征，但在无法自建模型的国家里，可能只是另一种文明附庸化的开始。这种情境类似云图中所呈现的文明权力转移，从科技到语言，从语言到意义的垄断。我想啊，即使真的实现了，人类还是会有自己的方式出走的。好比说，现在的自媒体已经和过去不同啦，你会发现平台会有一个生长曲线。早期的是娱乐为主，中期呢也会出现鸡汤，现在会出现很多知识分享和硬核的思辨。人类嘛，总是不满足于单一的精神刺激点的。那么放在未来社会呢？大家就会乖乖收补贴、打卡升级，沉浸在快乐池里吗？我觉得未必呢。说不定也会出现一批反向玩家，选择不领 UBI， 也不参与主流平台，拒绝过度照顾，也不接受被预设的生活方式，甚至更极端一点，他们自己搞自己的加密社群，不让演算法推送，靠链接、靠共鸣、靠你懂我的节奏去传播想法。像游牧型创作者一样行动，像节点一样联动，有点像平台的外频率族群，成为自己节奏的创造者。那这些人是怎么凝聚的呢？靠什么维持一群不想被治理的人一起生活、一起行动？你会发现了，答案不是规则，不是权威，而是语言。而这种靠语言构建秩序、靠共鸣聚集能量的方式，有人开始叫它魔音治理。听起来是不是很新鲜？在过去啊，治理来自军事法则、经济制度，但未来魔音也许会出现另一种单位，它不只是梗图、笑话、短影音，而是一种语言病毒、认知单位、叙事种子。当魔音足够强，它就能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观、价值观、选择逻辑，人们甚至会为了它组织行动、聚集资源、重构现实。怎么从 UBI 扯到魔音去了？哈哈，谁叫这个是个关注未来的频道呢？坦白说，
魔音治理目前确实只是思想实验，但它已经有了真实的雏形。在一些小型 Web3 社群与 DAO 实验中，比如 Nonce、Gitcoin、Cabin DAO， 魔音已经被当作决策协议的语言基础使用。甚至像 Stanford HAI 这样的机构也开始讨论语义模型对治理模型的影响。魔音本质上是语言压缩的情绪与概念单位，能迅速聚焦人们注意，建立社群共同体的情感与立场。像是社群不是投票法条，而是投票哪个 slogan 或叙事代表我们。行动呢，不是照计划去执行，而是照一个精神魔音去自发展开。魔音治理的核心不是权力分配，而是语言共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语言自治的方式。在一个变动飞快的时代，这反而比传统制度灵活太多了。而这样的社群甚至开始出现一些文明自治体的雏形，创作自治社群、内容互助链、语言激励团体、叙事游牧民族、无平台创作人，这些不是组织，而是频率上的共同体。这样的世界不一定更稳定，但可能会更自由。在那里，语言不只是输入资料，而是行动指令。每个人不是用语言去赚钱，而是用语言去参与文明建设。魔音治理或许只是边缘升起的火种，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是不需要谁来批准的。这种模型的潜力在于重建语言的价值系统，但它的风险也很明显。当语言被写入合约，它还能自由吗？哲学家韩炳哲曾批判当代社群媒体语言的自我商品化倾向。LBI 在实现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可能无形放大这种语言的经济压力。我们是否会从演算法驯化进入另一场共识驯化呢？也许你会说，其实你好烦呀，哪哪都是驯化。那我觉得驯化不是问题，活在文明里，我们终究难以避免规训。问题是，我希望我们永远保持自知。我知道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去做，和大家都去做，所以我去做，是本质不同的。扯远了，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常说 UBI， 但它真的只有一种样子吗？其实不然。UBI 是一面镜子，照出不同国家的治理逻辑、社会信任与制度语法。每一种版本的 UBI 呢，背后都是一整套文明假设。如果我们把 UBI 看得再深一点，它其实不是该不该发钱的问题，而是 UBI 从来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分配权力的投影形式。所以这一章我们不再讨论它可不可行，而是来看看未来可能出现的6种 UBI 形态，它们背后隐含的是怎样的世界观，又会把我们带往哪一种文明。第一类，资本主义衍生模型，新自由主义型 UBI。 好比说上一期聊到的芬兰案例、阿拉斯加、加拿大永久基金等试验，这类 UBI 建立在 AI 税、碳税、消费税等再分配机制上，由国家主导，强调最低保障和市场效率双轨运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多数人有底线，少数人依旧竞争的妥协体。这种制度能保证你不会饿死，但也不一定能活出你自己。这类型更倾向产生低风险、意志密度中等的稳定型文明。第二类呢，是平台征税型 UBI， 平台资本主义下的微分红，比如 Elon Musk 曾经构想的 AI 平台税型社会分润模型。在这里，政府角色更淡化，平台控制力更强，钱可能不是政府给的，而是平台透过数据价值的再分配。你贡献了注意力、行为、内容，平台就反哺你一些基本生存代币。2021年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曾探讨未来以创作者行为数据作为代币分润依据，形成沉浸参与及或补助的新型补贴结构。听起来很公平，实际上每个人都变成了资本的衍生物。这类型可能导向高演算法、驯化度的数据文明。第三类呢，是区块链自治型，DAO式社群发放。Web3 加自由型社群，
这种 UBI 呢，像 Circles、Gitcoin、Grants、Retro-PGF 等实验，试图用区块链重建一套属于社群的发钱逻辑，比如由DAO或开源社群根据叙事、贡献、共识来决定谁该被发放，资金来源可能来自基金、魔音债、协议收入。Gitcoin Retro-PGF 在2023年已发放超过900万美金，透过社群评审方式支持开源项目，实践了共识决定价值流向的分配机制。信任是透过链上身份与魔音贡献建立的，没有中心化的政府，而是每个人彼此背书。这看起来最自由，却也最混乱。对抗诈骗、身份混淆、信任崩塌，是这条路永远的副作用。这类型容易演化为语义和魔音治理型文明，适合精神游牧部落式社群。第4类是国家主导型 UBI， 再分配社会主义，比如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下可能走向的监控型补助机制。这里的 UBI 不会叫做 UBI， 它可能是数位红包、数位货币试点或某种社会稳定补助名义。补助是否发放跟你的行为积分、社会信用、言论表现都有关。根据数字人民币研究与进展白皮书显示，部分试点地区已将数字红包结合购物类别、地点与时间限制，形成定向刺激型的补助机制。在这里 UBI 不是你的权利，而是你服从的奖励。这类型若全面推展，将导向驯化式稳定文明，以控制换取秩序。第5类呢是地方社群型 UBI， 市民自治和公投治理。这种模型在欧洲某些小国或地方政府出现过，例如部分瑞士提案。2016年，瑞士全民公投中提出每位成人每月发放2500瑞士法郎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虽然最后以77%否决，但掀起了全球对直接民主型 UBI 的关注，强调地产税、参与式预算作为发放基础，由公民自行投票决定资金用途与标准。它接近一种社区版本的共同富裕，但大规模推行困难。这种模型或许可孕育高度参与、低规模的社区式文明。第6种就是语言式 UBI， 也就是 LBI， 叙事及价值。这就是我们上一章聊的语义式基本收入。在这里，语言、关系、魔音成为货币发行单位，你说得好就有价值，你被相信就能存活。像 Mirror XYZ 就让创作者发文即发币， Rally 等平台则允许个人发行语言型社群代币，形成一种语频等于收入能力的模型。它的风险也显而易见，语言会不会沦为经济战场？真话还能不能被说出来？这类型是一场叙事级治理的未来文明实验，走在边缘，也可能点燃火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形态难以一一列举，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UBI 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发不发钱，而是谁定义了文明，谁来决定基本生存的标准，谁握有发钱的语言，谁定义了我们的需求和选择。这些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明的选择问题。那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 UBI 实现 AI 协同魔音治理跑起来了，那么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呢？我想大概不会只有一种模样。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前提， AI 和 UBI 并非终点，而是人类文明下一阶段的跳板，那我们就必须去设想未来到底会诞生什么样的社会模型。这里我尝试勾勒3种可能的文明样态。第一种呢，是精神劳动社会。这一群人选择用 UBI 保障的时间去创作、冥想、修行，构建自己的叙事，不是为了效率，不是为了 KPI， 而是为了活得有意义。这样的人群呢，会越来越像一种内在型劳动者，他们以语言为土壤，以创作为能量源，不生产物质，却在构建文明的深度，有点像用自己的精神频率去参与一场看不见的建设。第2种 AI 协同共合体，人机共治的文明模型。 AI 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治理参数、预测单位、情绪伴侣，甚至价值协调器。人类负责叙事与价值引导， AI 协助调控整体运作。挑战在于
人类能否接受权力透明度下降，信任一个不完全懂它的治理机器呢？而第三种呢，就是魔音治理社会。由魔音构成的治理单元不靠法律宪法，而是语言、图像、信仰与结构建构的集体协作单位。你参与哪个魔音，你就被那套叙事治理。它可能是最自由的文明，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丛林。这三种文明形态之间不是对错，而是选择。但如果我们不设计、不参与、不自觉地掉进某一种文明里，最后可能会活成一套别人写好的脚本，一个自动生成的角色。而那个时候你会说，我怎么活成了这个样子？但其实这些选择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我们在每一次沉默中，每一次接受中，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最后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与其担心 UBI 会让人失去能动性，倒不如说人类真的想要能动性吗？自有文明以来，我们就活在无数的规训里，制度、文化、家庭、语言早就把怎么活这件事写好给你看。UBI 不是什么新问题，它只是把这件事做得更平滑、更温柔，甚至让你不会察觉。但如果你今天还愿意问，还愿意反思，还愿意说出一点不一样的语言，那或许你就还在参与文明的建设。而这就是人类最稀缺的东西，不是钱，不是资源，而是选择的重量、自我激发的能力，以及愿意承担自由的意志。下一集我们来聊聊语言对 AI 和人类的影响。记得点赞订阅，送出 Hype 点数。我是齐山，下期见，拜拜。Broken glass under my feet, ash in the air, chasing shadows through the fire, I don't care. Heart beats loud like my thunder tearing through. The sky splits open,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